你觉得月薪3万5的人能买得起房子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如果你中年才买房子会怎样？好，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低薪就不能买房子吗？许多人会认为他的薪水很少买不起房子，但是我今天就来打脸来，你看新闻标题是他年薪50万，以钱咬钱，6年入手3间房，网推爆超励志你看人家年薪50万呢那从2018年就开始咬牙去买从化区的预售屋，然后买到现在2024年3间房子，所以说薪水少就不能来买房子，这就是铁例那当然你会说那个是人家因为他收入有起来有膨胀，对人家收入有膨胀你都没加薪吗？人家一开始收入少的时候也是去兼差赚钱来让自己付得起房贷那至少他现在就是已经上车了，后面收入提高了就继续上车。那我要说的不是5年前不上车这种干话我想讲的是买房子这件事情，它就不是没有解法你现在收入不足以支撑，那你就去想办法增加收入，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嘛。然后有人说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买一间4000万的新房子买不起我就继续存，然后那间房子就等我存到之前都只能够维持4000万的价格这样不会的，你在存的时候房价它会继续往上涨，所以你知道潜力是被逼出来的未看先猜。我这支影片出来之后，底下一定会有那个酸民在酸说这是幻想文，怎么可能有人会从6年以内买不起房子就变得可以买3间对就算是幻想文好了你赢了又怎样那你还不是一样没有房子，你只能看着别人努力克勤克俭省吃俭用然后买到梦想间的房子我知道以下这个发言会很像干话但我还是要讲，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做接案的摄影师他年收大概60到70，然后有一年他玩期货赔光了积蓄他为了把钱赚回来他开始什么案子都接那种会需要长期出差人家都不想接的案子那他也去接，结果他现在的年收是150以上那看案件的数量。然后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其实他很感谢那一次赔光的经验因为破产之后他才没有选择，他才开始逼自己才开始突破自己，如今才能有这样子的收入水准。好，那我们同样把场景拉到买房，我跟你说啦，大部分的人买房子的时候都会担心自己缴不缴得出来但就是这样子逼一下逼自己一下，每个月准时缴房贷结果又发现3年过去了，5年过去了，10年过去了那你就越来越有钱了所以就是这样最后你要知道，大家买房子之前都会怕先打个预防针。我不是说你硬是去买一间自己买不起的房子，而是你今天已经算过了，你知道自己是可以负担的，但是心里会怕怕的这种情况那你就是直接上车，因为你一定付得起啦我们这样说啦，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也是这样，那就没经验104上的职务简介工作内容好像听都没听过，然后老板问你能不能做你就是为了吃得上这口饭，你就要跟他说我可以学，我可以试结果你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同样买房子这种事情我们只要理性的去计算，你一定是能够找到一间你买得起的房子，而且银行要放贷款给你，银行都不怕了，你自己怕什么那会阻碍你的就真的就是心魔就是心魔。我也知道那个心魔很可怕，如影随形那我一开始也是想了非常非常的久，但其实我更害怕的是我老了没房也没钱所以牙一咬就上车了。然后上到现在我就觉得还好我还好当初我有上车有逼自己一把，所以真的啦，你就对自己有一点信心你现在不上车，以后应该目前的政策环境看来就是更难上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低薪就不能买房子吗？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案例，就这个还有上新闻的就是年薪50万嘛，然后经过6年以后他买了3间房。那网友也说了他就是靠兼职然后买从化区的预售屋，然后慢慢的叠加才能有如今的这个成绩。那我的看法是就真的是这样你的潜力一定是被你逼出来的
我也分享了一个我摄影师朋友的例子本来年收60，玩期货到破产，然后疯狂接案，然后烂案也接，现在年收150。所以说，只要你有算过，你自己的收入是可以 cover 了房贷，然后克制自己的欲望，能上车就赶快上车了。还有银行在把关台湾的那个房贷违约率超级之低你看我每次都讲这个，就是现在2024是台湾创岛以来5万年创岛以来房价最高的时候却是违约率最低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很冲突吗？事实就是银行在把关所以你去买房子银行敢放给你，他就是认为你可以结果你自己都还看不起你自己，那谁有办法帮你那你自己的收入是可以 cover 得了房贷的，克制欲望，赶快上车因为经过银行的把关他都觉得你付得出来。最后我想问你你买第一间房子之后，有没有想办法让自己多赚一点钱？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怎么观察房市的记得订阅加分享到你的赖群组A 片群组也没有关系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或是加入频道会员，以后会分享更多房地产的八卦给你讲八卦，想办法增加收入才是现在台湾职场的版本答案版本答案。你的本业收入想要提升先说结论，我看也超难的那科技业还比较有机会，科技业就是跳槽来跳槽去，每跳一次槽薪水变高就是这样。那念文组就真的是辛苦很多，因为跳来跳去都一样烂我自己也是文组的我没有在落井下石那文组的薪资很惨，这个我们看一看，我们也都知道。那本业收入提升有限，你能怎么办？敢去做副业不然呢其实副业我也尝试过很多，那我做来做去先说结论第一，你的本业一定要是能够有比较正常的上下班时间因为这样才能腾出发展副业的时间那即使偶尔不正常加个班，这个是没关系不要真的就本业就忙到累到昏天黑地，你根本没有时间没有体力去发展副业那大部分的上下班时间是正常的，这样就可以。第二点学技术接案子学技术接案子，这是我最推荐的方式你们就没钱了，就不要再搞什么投资了就没钱，那个10万假设被你凹中2倍就变20万，你敢退休吗？对所以学技术接案子去扩大自己的收入这个比较重要，先不要管投资的事情那我最刚开始也是这样子做，然后副业的收入就慢慢起来了好，那副业的收入要起来，学技术接案子记得要去学一个含金量高的技术含金量高的技术，然后你就尝试接案子，这样一年多赚那个10万到50万，真的不难真的不难那个不止我自己赚过那个我的朋友也赚过那我的家人亲戚也都赚过学技术接案子我跟你讲，我第二点的观察是怎么样学技术接案子，就是说你学技术接案子你当然不会有什么大客户或知名客户因为你就是个体接案的嘛那些大客户或是知名客户他们也看不上你他们都是跟大公司这种对象去做生意那你就一个接案仔，不会有什么接到大客户的机会，如果有那就是人家的下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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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第几包这样但相对的市场中也是有大量的小客户这些小客户就没什么预算那你去接其实就很合适。为什么？因为你的公司就不想接这种小预算的专案，你知道所以你自己去接洽那人家小客户他就没差就会跟你配合。此时你就会变成说，其实你在赚取公司等级的利润但是全部都是你个人的收入，意思是不用跟人家分公司为什么看不上那个小案子他要养人、养会计、养法务，所以算一算成本他不能接，你谁都不用养，对不对那其实你就可以去接了，你接了之后就没有这些成本环节那你的毛利其实是很高的。这边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去学习网络电商广告投放这门技术这个跟我本业有关这个就不解释了那你就去接案子外面行销公司在报价帮客户去做电商广告投放怎样在报？最便宜最便宜都是3个月15万、20万这种金额。那小客户他就付不起可是小客户又确实需要人家去帮忙这一块，你就跟他谈谈多少可以接受，通常都会落在1个月3万块然后你自己再谈一个服务费的趴数。行情他给公司做生意的话，公
公司要赚他20%，那这是行情，这很合理，那即使是这样，以1个月3万块，然后20%，你1个月多6000块的收入了呢？那广告投放你有做过你就知道，其实设定好让它跑，让它顾好成效那偶尔去调一调，中间是没什么事情，所以你可以一次挂5个案子、6个案子在手上，你就是自己帮自己加薪了你自己看，你本业这个本薪要提高6000块的月收入，你要拿多少年的青春你要多少年的年资你才换得到？同理还有很多行业里面就藏着这种技术钱可以去赚，像我同学就是在广告公司上班就专门帮一些 YouTuber 在剪片那他就自己接很多案子那自己接很多案子有的突然就红了，然后他就跟着红了为什么就不知道他就帮20-30个 YouTuber 剪，然后就有的 YouTuber 突然变很有名，他就变成帮那个 YouTuber 剪片的片师，你看，然后收费就变高，然后人家也愿意去找。很多副业就是去学技术接案子，这是我认为最理想的方式，因为你就赔你的时间而已，然后你现在时间不值钱，你知道你会说拍 YouTuber 做自媒体接业配好像也很好，对，我会说没有不行，但是成功率低。但是学技术接案子这种方式来说，胜率是100%，因为顶多你不接这不存在什么失败的问题。至于你说要做什么副业我是建议你就从你上班的公司去着手，最好跟你的本业的专业有相关这样你还不用重新去练一套功比方说你是会计，那你就看外面的一些小公司家庭公司它有没有什么会计的需求，然后人家愿意付钱让你接案来处理。比方说你是法务，那你就看看外面小公司有没有什么法务需求，人家愿意付钱让你接案。比方说你是业务那更好了，你就看看你公司的上下游有没有那种小公司，就是那种你上班的公司假设好几百人的规模可是你的上下游就会有那种小公司嘛，那小公司就很辛苦嘛，那你就帮他跑业务然后做分润，就这样你把它捡起来下班的时候，比方说帮这些做贸易的去开发国外客户谈好要是成交多好给你抽，这样真的很多啦那你越是了解一个产业，你就越知道哪边有钱去赚，所以我会说最好跟你的本业相关，就是这样。那就你的本业你自己在上班公司那个上下游供应链那个钱怎么跑，清清楚楚，你很快就会发现哪边有钱我可以去赚那甚至你可以很清楚的说，虽然我们公司不接这种小客户的专案，但是依照我个人对这个产业的了解我个人去跟他报价多少钱，他一定会付给我你这样听懂吗？如果还没有听懂的话，我再举个例子我朋友在管理顾问公司上班管顾公司，那个管顾公司听起来很厉害其实就是帮人家写政府标案标书的就一些工程公司他就是请外面管顾公司帮他写标案写标书然后付钱就这样。那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他们的业务常常开会的时候会报上来一些预算很低的客户的案子，小公司主管是马上打枪的，但是这些被打枪的案子对于公司来说，为什么他们打枪就预算低利润低嘛，可是对于他个人来说这个已经算很好赚了，然后他就尝试去接洽，他说他也没有损及公司的利益，因为公司没办法接嘛，然后他的主管也鼓励他自己去接，看能不能案子养大之后拐回公司这样那拐回公司他另外算奖金那反正他平常工作就是写标书，所以他就是下班接这些小客户的案子继续写标书，就这样子而已然后客户就介绍更多的客户给他他现在额外1年的收入超过100万他也在林口买了一间。那因为很多补助案都是用分的，你知道，比方说争取政府补助案300万，然后要分多少钱给管顾公司，管顾公司赚这个，对，所以他这个副业金额成长的速度很快。我刚刚说太多了反正就是这样，钱不够买房子那你就去扩大收入，根据你的本业去学技术接案子，这个才是正途。不要在那边整天骂天骂地骂政府你就是不去骂你自己不去骂你自己，为什么不花时间去学一个技术去接案，让自己变强，让自己收入变多，去学技术啦，去投资自己啦。这个投资自己的报酬率远远大于投资房地产对你总不会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吧？对你就对自己狠一点，去报名课去参加什么班硬逼自己去把一门技术学好，然后开始接案子，你的收入会成长得非常的快了，真的是这样，你可以去试试看。
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哦。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哦，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哦。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哦，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我的心得哦，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你是要置产的，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哦。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哦，不是你喜欢哦。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啊、有景观啊，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啊、面中庭啊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三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啊。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啊。这个没办法训练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往往都是那没整理条件不好什么低楼层、面中庭那自住客门一打开，看乱糟糟的，他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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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